哟，迟岩，你来出版社干嘛？找活干？酒吧服务员？酒吧陪酒的，你今天来干嘛？也来陪酒吗？新写的，给我看一眼，看一眼又不会死。没有宣发和营销，那群老东西会给你出版吗？没有宣发和营销，迟岩的小说就要出版了。好好干吧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手滑了。卖不出去再来找我，好吧？小修，别剪了。这都是你的心血，我不能让它就这样掉在地上啊！没事儿，再印一份就行了。小修，小修，危险，别剪了。小心！找死啊！你没事吧？你想起什么了吗？你那个车。怎么了？小修，小修，小修！我，休·威廉姆斯，我这个名字还是你帮我取的。猫的报恩，你听过吗？我当然听过了。对，爷爷还有爷爷的葡萄酒，还有我们一起种过葡萄藤。我爷爷你也知道？我知道你对花生过敏的呀。你想起什么了？我以为都是童话故事里才有的情节，没想到是真的。你去哪儿了？你还要不要上班了？
到底怎么样才能让你变成人形啊？你要是能听懂，就喵一声；能听懂就行。你是不是肚子饿了？你是不是想下去玩？去吧。吃慢点。什么？请3天假？你怎么不干脆辞职算了？有你这样发信息请假的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这是先斩后奏。完了完了你这是旷工。完了完了完了！我要怎么说？我病了啊！不对，我腿坏了。对，我腿坏了。我这个要不对不起啊，要不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变成人形，所以老板催得我很急，我就给你请了4天假。我不该动你的东西。没关系的，我就是不被开除就行了，没什么大事。我以前会这样吗？你会？会。你还会给我买漂亮的小裙子，你会给我做好吃的，你会带我去好玩的地方，你还会带我去后山看夕阳。会吗？你会？我们现在就去吗？你知道吗？我看过一个电影，他们说，太阳在快要下山的时候，但是天又还没完全黑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叫魔幻时刻。这个时间的太阳特别漂亮，但是只有10几分钟时间。你说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我要是时刻做好准备，并且具备了很大的耐心，那是不是在下一个魔幻时刻来临的时候，奇迹就会发生呢？奇迹会不会发生，我不知道。但魔幻时刻，我想就是大家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，但是只要看着这样的夕阳，我们心里面就明白，明天总会到来。说得对，就像他们说的那样，错过了今天的魔幻时刻，那就等待下一个。怎么了？这是什么重要的日子吗？书店10周年。韩叔，上次电话里跟你说的书店要拆迁的事儿已经批下来了，房子从你爷爷再到你也租了10年了。说实话，如果不是要拆迁的话，我宁愿你一直租下去。理解。文件马上就下来了，你们也早做打算吧。慢走啊，韩叔。辛苦了。走吧。今明的奖品呢，
是我给大家准备的一张书籍心愿卷。大家都喜欢看书，但是大家也都知道，有很多书呢是中古书，你想看，但未必能看得到。但是人生就是充满遗憾嘛。我做这个书籍心愿卷呢，是想帮助大家能够找到自己想看的书，希望这个奖品你们能满意。你想找什么书？我不想要书，我想要其他的愿望。书籍心愿卷。没关系，你先说你的心愿是什么？我想要你一天时间，一天完全属于我的时间。我明天一早就会来找你。你可以穿好，可以跟我很像的衣服吗？好，答应你。这样笑很好看，你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对我笑过。我们以前写过一份合约，合约里面写着你每天都要对我这样笑一笑。还是以前的事儿。明天早上我就会来找你的，记得要这样对我笑。路上小心啊！那天的事儿真是不好意思啊，露露有的时候比较着急。没事儿。你今天怎么没有去参加活动啊？家里安排了一个相亲，就推了几次，实在是推不掉了。哦，挺好的。你女朋友今天怎么没来啊？她去跟她闺蜜过生日去了。哦。到了。那我先走了。拜拜。谢谢了，你一个人注意安全。你俩有苗头啊！你说什么呢？我刚刚都听见了，就你俩那对话，尴尬值跟暧昧值都爆表，我差点都要跳车了。哎呀，你小孩你懂什么呀？耳朵还挺灵，戴耳机还能听这么清楚。我不是要伪装好自己，好让你们放心大胆聊嘛。别胡说啊，人家有女朋友。你天天不好好学习的研究些什么呀？我上次给你买的卷子做完了吗？云彩，你说这个露露啊，脾气确实骄横，但我也不能就因为这个就跟人提分手，你说是不是？而且人家没有因为我有恐婚症就直接抛下我。过来，宁采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但是吧，你说这个秦明明，他怎么就这么吸引我？他给我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
我在想什么呀？我这不成了脚踏两只船的渣男了吗？我这不就我控制，徐达，你控制你自己，控制。倪晨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听见没有啊？早上好。来，您怎么来这么早啊？因为想早点见到你。哎呀，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学会游泳。游泳很简单，只要不怕水就行了。我不怕水啊。哎，你记不记得上次我爸爸来的时候，我们俩为了躲他还去划船？哼哼。怎么了？我想到小时候我爷爷带我来过这里，那时候我小，趁爷爷一个不小心，我一头扎到水里面，把爷爷吓坏了。后来很长一段时间，爷爷都不让我靠近有水的地方。像爷爷了。有点儿。我也经常会想他，和我姐姐一起玩的时候。你有个姐姐？嗯。她和爷爷一样，已经离开我们了。对不起啊。没关系的。你知道我每次特别想他或者特别难过的时候啊，我就会想，幻想他就在我身边，他会说什么，会做什么呢？但是想来想去呢，他应该只会说，傻丫头，想这些干什么？开开心心的不就好了？所以呢，爷爷肯定也会说，迟妍啊，想这些干什么？开开心心的不就好了？哎，我们去划船吧。你不怕水了？我不怕，我海钓都去过了。就那个，哎呀，走了。哎，你看那两个人，他们在说什么，你知道吗？那边那个说，你看人类把我们做成船的样子，不知道猫嘴怕水啊。边上那个说，是啊是啊，你看他们还给我戴一个帽，多蠢呀。那个又说，哎呦，就是这样，你都不知道，他们还把我们变成什么？猫咪穿衣服呀，猫咪戴帽子的视频，最近还有什么猫咪吹手手？怎么什么都看啊？好奇怪呀！羊角兽，笑我啊？不敢。笑我？不敢！害怕啦！笑我，羊角兽！哎，等一下！晃！有点晃。这样，我们去湖中央吧，追上那个小渔船。去哪儿啊？就是它，走，迟妍。坐稳了啊。嘿哈，追上那个小绿。哎，你看。我们成功了吧？成功？成功什么？成功替换掉那不好的回忆啊！这样你下次来的时候，第一时间就能想到我们在这里快乐的回忆。
小修，你看，小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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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快点收拾吧。嗯，你家这么多东西，你们俩也不叫我，打算收拾到什么时候啊？我不是寻思你要给你的露露准备生日惊喜，你哪顾得上我们啊？遇见一人是缘分，失去一人也是缘分，这些都是命中注定的。不一定是命中注定，也可能是扑得太猛啊。徐子豪，我快点，说说吧，生日过得怎么样？没过。没过。嗯，那你干嘛去了？分了。嗯？这次真分了，我太怂了，该结束的感情就该早点结束呗。这话是明明跟你说的吧？你别这样看着我，这一听就是明明告诉你的。你俩都是我的朋友，我太了解你们了。再说，只有秦明明这样对你说话。你呢，确实有你自己的问题，但是这些原因并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完全造成的，所以你不要太难过了。而且我觉得露露也许并不是你最适合的那个人。别多想了，感情没有对错，错过了这段，下一段好好珍惜吧。好好干活，分散注意力。你们俩跟我说这么多，就是想使唤我呗？啊，徐总，化悲痛为力量，我相信你，干活。化悲痛为力量。我发现你最近变了。我怎么了？你们俩是不是有事儿啊？前2天回馈会上没什么事儿，怎么了？玩了一天好上了？我跟小修呢，我们本来就是男女朋友。前段时间因为我的记忆出了点问题，跟你说了你也不知道。最重要的是，现在我想起来了。这不可能啊！咱俩3天2头见一面，你有没有女朋友我都没见过。老师，你写小说没问题，你不要把字体搭进去，别写魔怔了。要不我带你去医院看一下。这么跟你说吧，我跟小修呢，好像认识了很久，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。你说这个的话，我最近也有过这样的感觉。干活啊！小修，我刚下班过来，你们这儿有什么要帮忙的吗？徐子刚走，你就来了？我们整的差不多了，今天这边呢也没什么了。等过2天我们正式办的时候，人手肯定不够。你要是有空啊，你可以那时候来帮我们。那个时候徐子豪也会来。徐子豪是不是跟你们说什么了？没有，没说什么，对，绝对没有，没有。我是这个意思。徐子豪跟我从小就认识，我非常了解他。他虽然平时看上去吊儿郎当的，但他的内心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。每个人都有迈不过去的那道坎儿，他也一样。他肯定跟你们说什么。没事，搬家时候见吧。先走了，拜拜。冰冰，等一下，哎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出差怎么样啊？那边好玩不？还行吧。怎么愁眉苦脸的？工作不顺利啊？那倒不是，哎，主要是因为咱妈。现在你不是找到女朋友了吗？她矛头就对着我一个人了。这倒好，我刚下飞机，晚上就给我安排了相亲，还说什么我要是不去，就是给她找不痛快，我多难啊！哦，那你现在 free 了？晚上相谁啊？什么来头啊？你认识，就是你给咱妈介绍那医生。骆医生啊？我想起来了，怪不得前2天老妈打电话骂我，
说我身边有这么优质的男青年资源，也不给你介绍介绍。他那劲头，不当销售还真屈才了。哎，不过骆医生确实一表人才啊，人家应该符合你的标准。了解一下再说吧。学长，陈岩，你这两天忙什么呢？这几天，我是说，好久不见，你现在在忙什么？我现在当医生呢。哦，挺好。你怎么样？我在开书店。是这样，我前几天家里人安排我相亲，结果去了之后发现相亲对象是徐子豪的姐姐。徐子淇。对，他跟我说你在这儿开书店呢，我想着咱们这么久没见了，过来看看。对，这个书店要找过来真不容易。是，我看你这好像是要搬家了。嗯，附近要拆迁，房东不租给我们了。哦，想好搬哪儿了吗？还没有，这不边收拾边找呢吗？